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第一个是隐藏在大国身影中的罪恶，人口拐卖第二个是拜登执政100日，应对中国的成绩如何？我们先讲拜登吧，然后我们再讲后面这个话题因为人口拐卖比较长，我们先讲前面这个拜登总统今天就是执政100天那么美国有个传统就是新总统执政100天要去国会演讲。那么国会美国总统每年要去国会就是参众两院联合举办的一个这个场合那么去发表一个年度报告，类似年度报告这样的东西，就是众所周知的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那么向在场的国会议员说明他的基本国策和优先事项。新总统因为上任的时间不长，所以呢，首场国会的这个演讲就不叫这个国情咨文，叫什么呢？叫联席会议演说Address to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不是国情咨文，但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推销美国政府的政策那么拜登总统计划今天晚上去国会发表演讲，应该是创纪录以来最少的人因为以前呢，历来呢，美国总统的这场演讲通常会有1600人参加，就是跟现场场地有关系。那么这次呢，可能只会有200人只会有200人参加，因为是疫情因为有疫情。而且目前呢，这个正值这个众议院处于这个委员会工作期，委员会工作期就没有这个投票，没有投票呢，众议员通常就会回到自己的选区，人都不在这个华盛顿，所以呢，就是特别要回来，就是要参加会议的，他们好像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各30张30个邀请抽签抽到的呢就回去参加会议那么拜登总统的演说将会回顾上任100天的这个政绩然后同时会聚焦民主党目前大力推动的这个基础建设、基建投资基建项目，还有个社会福利以及警察制度的改革。那么昨天白宫就开一个简报会向这个媒体简报拜登总统上任以来他的安全和外交政策，当然主要的主题就是中国。白宫官员说了几件事他说拜登政府在100日执政期间，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并取得了初步成果。列举了一下：第一，举行了四方集团峰会；第二，举行了美日峰会；第三，终止从德国撤军；第四，缓解了美国和欧洲的贸易紧张关系；第五，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协调行动，同时宣布就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第六，美国和欧盟协调行动，就香港、南中国海贸易补贴等问题公开批评北京那么这位官员通常都是很高级的官员，但是也不要说他的名字他说这个批评这个川普政府疏远了美国的盟友将他们推向美国的竞争者。欧盟去年和中国签订这个中欧投资协定就是一个例子然后拜登政府上任之后美国和这个欧洲伙伴采取一致的行动，证明联合欧盟的这个策略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然后呢，拜登政府呢保留了川普政府在关税、知识产权、香港和台湾等问题上的多项的对华政策。那么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都对拜登总统今天的这个国会演讲有期望。我举2个例子，一个就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梅嫩德斯就是起草这个美国战略法案的对华战略法案的起草人之一梅嫩德斯。
他说他期待拜登总统将会在演说中强调美国如何与中国展开竞争，希望他阐述我们如何与中国对抗的同时和他竞争。他说我相信这其中一部分做法是想办法让我们自身变得更有竞争力，并且能够在教育和科研领域做出必要的投资。这是梅兰德斯的意见。然后这个共和党共和党的参议员苏利文当然不一样共和党的态度不一样。他说我担心拜登总统的演说就是一场演说只说，但我们需要的是行动他举了个例子，他说美国是世界能源大国，希望拜登政府能够善加利用这个强项，这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友来说是一个战略优势，而且中国没有我们必须有强大的能源政策，这是第一。第二，美国必须维持强大的军力。拜登政府会不会重新跟这个奥巴马政府一样砍我们军事开支那中国会很高兴这是大概是国会有不同的期待，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不一样。然后路透社今天有个民调，路透社跟这个一索普今天发表最新的民调民调的结果成绩不错那么55%的受访者认可拜登上任以来的表现，40%人不认可。那么这个成绩超过前总统川普川普没有达到过这么高的这个支持率那么拜登现在的这个支持率有助于他推动基建计划和其他的施政政策。这项调查是4月12号到16号开始的，总共访问了4423名成人。那么调查显示，我跟你讲一下现在美国的民意是什么情况。总体表现，民主党90分，无党籍61分，共和党39分总体表现不同的人有不同。那么所有的网民就是总体打分是55分不认可就是40分那么两党政策，民主党88分，然后共和党23分，独立派48分疫情处理65分非常高他的拜登的得分在疫情上疫情处理65分。1月份的时候，川普得分38分经济政策52分创造就业53分，移民政策42分，反对49分。所以移民政策是拜登的移民政策不受欢迎两党政策56分，那么环保政策54分，都还行。种族平等51分。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Julian 说，拜登的支持率反映了他提出的这个救助计划和这个基建计划得到了普遍的支持，其中 1.9 万亿的刺激计划救助计划有助于推进他其他的政策。那么共和党大多数都在反对拜登，那么只有大约20%的人支持他过去1年时间差不多这个数字变化不大所以其实拜登对共和党做的各种姿态没有用，没效果当然了，拜登总统是通过民主党对他的支持然后是这个独立派的支持，民主党对他的支持达到了90%，只有8%的人反对他，独立派支持这个支持占到51%啊，39%反对他那么通常来说呢，总统一上任都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高支持率，我们叫蜜月期那么川普总统这个刚上任的时候也是支持率上得很快但是过了几个星期就跌下来，不到1个月就跌下来因为什么？他针对穆斯林国家推行的这个旅行禁令，让他这个支持率下降。那另外，路透社说那么过去1年，拜登在美国整体人口支持率的上升，
不仅仅是因为他这个帮助白人大学生，而且在一些地方选民的保守的非大学生的白人当中也得到支持啊。那么这次民调显示，拜登在白人人群的支持上升啊，就是大学学历以上的人群支持率达到61%啊，那么增加了7%。非大学学历的白人支持率46%，增加了6%啊。西班牙裔大幅增长，它跟移民政策有关系。西班牙裔68%，增加了12%啊。这就是100天这个拜登自己拿到的成绩单啊，55分还不错啊，就是合格啊。那么超过川普啊，大概是这样。那么其他的政策我们不讨论，就中国政策而言，我给他打分75分啊。为什么打75分？3点。第一点，他基本上继承了川普总统的这个政策，中国对华政策的框架啊，这是第一点。然后对川普政府的政策框架继承下来之后进行梳理，让它更有条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把这个民主作为对华政策的中心啊，这是要加分的啊。这就明白了问题的本质啊。中美之间的对抗，本质上来说是意识形态的对抗。美国不用这个民主作为对华政策的中心，这是不对的啊。如果仅仅是讲利益之争的话，那这件事情的做法是另外一样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就是川普总统拜登总统做对的第一件事情，继承了川普的对华政策框架。第二个，把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工具拿来自己用，然后更加有系统，更加有条理。然后把这个对华政策把民主放在对华政策的中心啊，这是第一。第二，第三，联合盟友卓有成效，这3点让他获得了分数啊。那么我给他打分75分，为什么？留点进步的空间嘛，对吧？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我们讲今天最重要的主题，隐藏在大国身影中的罪恶，人口拐卖啊。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老实讲，我今天这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更关注政治啊，我也关注财经啊。关于民生这块，不是我，因为我不跑社会新闻，我当记者从开始到现在我就没跑过社会新闻，我跑过突发新闻。比如说飞机掉下来，什么洪水啊，我们叫突发新闻。但是我不跑社会新闻，所以这不是我的领域，基本上。但是我今天看的新华社这边搞得我非常的愤怒啊，所以我今天必须把这个题目做了。为什么？就是人口拐卖。中国作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啊，中共一直在宣传大国崛起啊，那么领导世界，引领潮流。那么中央电视台在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主旨演讲的时候，他取的题目是什么？他取的题目是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习近平给出中国答案原创啊，就是习近平在指导人类这个前进的方向啊，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这个1月26号，新华社在这个习近平出席达沃斯论坛的讲话的时候，他有一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叫什么？习近平为处于十字路口的世界指引方向啊，这个又指方向啊，这个金手指。然后我就搜了一下，我看到这2条新闻，我就搜了一下，发现呢，习近平非常喜欢给全世界指明方向。我给他读几段指明方向。2020年9月2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啊，那么他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为联合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啊，他又指明了方向。这个2020年9月8号，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然后习近平讲了一堆话，然后这个新闻报道，新华社的新闻报道讲什么？习近平这次重要讲话为应对全球挑战指明了行动方向啊。到了2020年6月29号，这个出席这个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发表题为携手共进，合力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啊，他发表一个这个讲话，然后新闻标题是什么？新闻标题就是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啊，天天在指明方向。2020年的6月22号，习近平在和这个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视频对话。这个新闻标题叫什么？后疫情时代，中欧关系再出发，习近平指明前进方向，又给欧洲指明方向。2020年1月21号，这个达沃斯论坛啊，这个达沃斯论坛与会代表期待中国方案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在国内一言九鼎就算了，然后在全世界到处指明方向啊，金手指，意思就是大家按照中国方案来解决问题啊，提供一个中国的解决方案。中国的样子很厉害，中国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们不讲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我们之前已经做了4、5个专题，我们也不讲疫情的问题，我们有整整的一个系列在讲中国在疫情上面的连滚带爬、千疮百孔、一塌糊涂。我们说什么？我们说一个古老的话题，人口拐卖，为什么？这就我下面念的就是为什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这个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到2030，这个标题我看到我就来火。什么叫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中国反对，其他国家支持吗？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行动计划他这么说，他新闻稿是这么说，他说这个行动计划有预防和惩治贩卖人口犯罪，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展现我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看到这句话我火都来了。原来中国还是有这个人口拐卖的问题啊！这段话讲的好像这是别人的问题，跟他娘的中国没什么关系，跟他娘的中国政府没他妈的关系啊！这是我非常愤怒的事情，还展现我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人口拐卖了多少年了？啊，从我记事开始，我就知道中国有人口拐卖，到现在没有停过。中共建政到现在从来没有解决过人口拐卖问题啊！人口拐卖是什么？人口拐卖是个古老的、愚昧的、野蛮的、肮脏的罪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种的罪恶，人口拐卖是这个世界上最狠毒的罪恶。杀人不过头点地啊，但是拐卖人口是什么？家破人亡啊！那么人口拐卖这么肮脏的罪恶，怎么还存在于一个欣欣向荣崛起了的大国呢？你不是说厉害的国，你不是什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吗？应该很厉害呀，怎么还有人口拐卖的问题呢？那我们看看他怎么说。他说这个行动计划提出来，要坚持和完善及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啊，这他娘的什么鬼啊！健全反拐工作协调配合保障机制，推进法治反拐、协同反拐、科技反拐、全民反拐的工作模式，不断提高反拐工作法治化、协同化、科技化。这就是官样文章，这是狗屁啊！然后国务院还成立了反拐部级联席会议，加强组织领导，他要领导协调统筹协调，
制定完善的这个政策措施啊。那么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协调组织工作。那么各级政府要完善经费保障啊，原来中国连经费保障都没有啊，打击这个拐卖、人口拐卖，拓宽反拐卖资金筹措渠道。中国到处都在撒钱，连这个钱都没有啊，这个钱都没有。支持开展反拐公益项目，还要向社会要钱。你说有这么不要脸的政府吗？啊，然后行动计划还提出了6方面的具体措施，很认真的样子啊，决心也好像很大。那么中国人口拐卖到底有多严重啊？我们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下面呢，就一个是我从具体的例子来讲，一个我们讲面上的情况。我找了一下，搜了一下资料，我搜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常平写的啊，常平在德国之声中文版在2015年7月29号的那篇登出来的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标题叫常平观察，常平是一个我们的同行，国内的一个同行，很有名的一个政论家，就是他后来在德国定居，他写很多的这个社会政治的评论文章，非常的好。我就看到这篇文章，这条题目叫拐卖人口与洗脑教育，我就把这篇文章拿来给大家，我就中间因为这里面讲到一个个案，我来讲，就拿这篇文章的个案跟大家报告。他是这么说，他说中国网民正在热烈讨论一起拐卖妇女的旧案，对中国对官方洗脑宣传提出强烈质疑。他说这个案子是什么呢？是1994年夏天，那么18岁的高艳敏出门打工被人拐卖，然后反复拐卖、强奸、虐待，最后由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的一个老头以2700块钱买下，带回家给儿子做老婆，然后他多次自杀逃跑都不成功啊。那么一个妇女被拐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罪恶，那么人贩子通常会采用欺骗、绑架、关押、虐待、强奸、买卖等各种犯罪手段，但这仅仅是开始，更漫长的犯罪是由买主来实施，他们把女人当牲口一样买来卖去，在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里，随意强奸、打骂、关押、胁迫、跟踪、强制劳动，直到他们放弃反抗、逆来顺受。这个过程通常持续到他们怀孕生子为止。那么高艳敏多年之后，她有机会回家看父母，这是最让人伤心的事情啊。那么她回家看父母之后，她就跟她父母说：“我还是回去吧，我还想回来。”父母跟她怎么说？父母劝她回去，说你要为公婆着想啊，不能让他们人财两空，否则做人没良心。那么其实呢，他最重要的原因，劝他回去的原因是什么？担心他女儿不好嫁人了。常平说，更多的问题在哪？在社会治理上啊。那么买卖人口和相关的罪恶，在中国的法律中都是犯罪行为。警方有时也会布置一个专项的打击行动，但并不彻底啊，更多的时候是视而不见。中国警方在随时都有足够的警力抓那些意见分子啊，抓这个人权律师，抓记者，抓这些人，他们足够的警力非常充裕。但是每当妇女儿童被拐卖，亲属从警方那里得到的答案都是警力不足，不予立案。常平说，他说6、7年前我在中国做编辑的时候，编发的报道当中就有一个案子，说有个小孩失踪之后，警方除了立案啥都不干。几年之后，警方这个家属才看到监控录像，原来被一个熟人拐走。如果及时追查，如果当时就去看这个录像，完全可以避免后来他们全家倾家荡产、全国寻子的这个悲惨经历。中国有多少这些案子？我不敢说这些
小孩子被绑架、全国寻子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讲这个案子啊。这个长评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整个中国的乡村拐卖人口的事实大量存在。高彦敏所在的那个400人的村庄，被买来做人妻的妇女就有30多个啊。解救被拐妇女要比抓捕人权律师容易多了，但是根据我采访调查，当地警方不仅不会解救，而且还会帮买主拦截设法逃离的受害者。高彦敏的故事当中，让网民愤怒的不仅仅是人贩子的猖獗交易、买主的反复绑架和警方的玩忽职守，而且中国官方的宣传报道也让网民非常愤怒。就像我今天一样，我看到那个宣传报道，我非常的愤怒。在高彦敏漫长的痛苦而艰难的抗争当中，没有媒体关注他，没有人帮助他。他的村子被买的30多个妇女当中，有一半逃离成功，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每一个人背后都有无数的悲欢故事，但是没有媒体对这些越狱的英雄感兴趣。一直到高彦敏决定放弃反抗，安下心来，找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来填补生命的空虚，媒体一下子就兴奋起来，对他大加赞赏，称之为最美的乡村教师。他被评为2006年感动河北10大年度人物。你觉得这世界上有这么丑恶的事情吗？这是在河北，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去做代课老师，她没有被解救，然后被媒体捧为10大感动人物。2009年，她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她是嫁给大山的女人吗？她不是，她是被大山抢去做女人的女人。这场讨论规模之大，公安部打拐办陈士渠不得不出面表态。他通过微博表示，人贩子必须严惩，买主也必须追究刑事责任，已经部署当地警方调查。但是所有人都在质疑，既然你有专职的打拐机构，为什么没有作为？这就是长评的这篇文章，我中间挑选了一部分，因为比较长啊，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还有很多人口拐卖，包括儿童，最让人伤心的就是儿童，那就是小孩子一被拐走以后，这个家庭就毁掉了。他不是毁一个人的一生，他是整个家庭被毁掉。还有就是成年人被卖到煤矿，卖到这个艰苦的这些地方去做劳役。美国国务院美国又出手了。所以我们经常讲，美国是灯塔国。为什么它叫灯塔国？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19年人口贩卖报告评估各国政府打击人口贩卖的力度。这是2019年是第5年那么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打击人口贩卖最不利的第3级。那包括什么呢？包括第3级那么最不利打击人口贩卖最不利，它列为第3级。第一，中国没有达到人口贩卖受害者保护法规定的最低的标准，连最低标准都没有达到，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国政府对打击人口贩卖付出的努力不足。中国的排名仅高于3个有特别案例的国家，一个是利比亚，一个是索马里，一个是也门这份报告说我把这份报告里面一些要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还是有点长。正如过去5年的报告里所说的，中国是成人与儿童被强迫劳动或遭到性贩运的来源国、目的国和中转国。中国国内有1亿8千万的流动人口，他们最容易遭到贩运这些成人和儿童在砖窑、煤矿和工厂里被迫劳动，成人和儿童被强迫乞讨的现象整个中国都存在。
人贩子正在寻找发育残障的儿童，或者把健康儿童破坏至残障，把孩子留给强迫他们劳动和乞讨，估计人数超过多少？6000万。在中国，政府支持的强迫劳动仍然非值得关注。2013年，全国人大通过一个废除劳改的决定，中国政府从这个强迫劳动中获利。到2015年10月，中国政府关闭了大部分劳改设施，不过政府将一些劳改设施改为政府主办的戒毒所或者是行政拘留中心。在新疆，其实这个所就已经有了。在新疆内，存在强迫劳动的现象，政府强迫维吾尔族人干农活，作为避免卷入非法活动的一种手段。中国的妇女和儿童在国内遭到性贩运，人贩子通常从农村招募他们，把他们带到城市中心，征收大笔旅费，没收护照，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受害人进行肢体暴力或者财务威胁，迫使他们卖淫。人口贩子招募少女和年轻妇女，通常从中国农村招募。中国男女被迫在海外华人社区的餐馆、商店、农场和工厂里劳动。中国男子在非洲和南美洲的建筑工地以及煤矿、铜矿、其他采矿业中受到虐待，受到带有强迫性质的对待，比如拒发工资、限制行动、扣押护照、人身虐待等。中国妇女和少女在全世界被迫卖淫，包括大城市、建筑工地、偏远矿山和伐木场，以及有大量中国流动工人聚集的地区。好，我就不再念了，因为太长了啊。好，这就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它的全貌，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场贩卖当中沦为比奴隶还悲惨的命运。但是这么多年来，从1949年中共建政到现在，中国政府视而不见，要每年美国政府提出报告。中国政府还居然搞了一个行动，叫行动计划，中国反对贩卖人口行动计划，好像其他国家是在支持行动计划一样。所以，而且他在说什么？他说，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啊！你这话就像谁？就像贩卖人，就是买媳妇人说的这个话啊！维护国家安全，他娘的还维护国家安全，展现我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我给3个字：不要脸。好，我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我报告一下我打针的情况啊。昨天中午打的针，昨天晚上胳膊开始胀痛啊，胀痛的程度比上次要严重。那么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一定的我们叫感冒症状，就是头有点胀胀啊，然后嗓子有点痒，然后浑身这个摸着皮肤有点痛，就是那种感冒跟感冒很像，就是病毒性感冒很像。然后今天早晨起来的症状加剧，就是胳膊更痛，然后就感冒症状更严重。其实我现在脑子有点懵啊，脑子有点懵啊，大概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太严重，就是说我不觉得它是一个要让我躺下来的症状，所以我会继续做直播啊。好，明谢麦猪谢谢，魏糖谢谢，Ken Fang 谢谢，谢生谢谢 ，Helen 谢谢，姥姥王谢谢。中国的社会问题要比经济问题还要令人心痛，是的，还有更多更
今天发生的那个广西幼儿园，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会觉得中国的治安好，当然是因为媒体不报道，但是其实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的呀。一个人冲到幼儿园里面去砍杀幼儿园的幼儿，真的是很让人心痛啊。Coach Potato，谢谢。冲毅 Beers， 谢谢。Zenny Zuni X， 谢谢。情绪拐卖妇女儿童、虐待宠物，这就是所谓文明社会所不容的，在中国大陆却长久存在，尤其是虐待小动物，对生命无敬畏，政府对此无作为。每每看到、听到这类事情发生，内心痛恨不已提问：为什么这些人受到党压迫，不敢对压迫者进行反抗，反而欺负比自己还要弱小的弱者？这种变态心理跟党国的镇压、压迫、洗脑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嘛？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是4个字：欺软怕硬啊。中国传统智慧是什么？中国传统的智慧就是精准的找到、发现谁软谁硬，就中国传统文化啊。观点：在中国无处不在的监控控制下，中国还会出现这样的人口拐卖，我很不解，也很警惕。中国人口的拐卖是否有政府寻租空间？提问：中国人口拐卖是最令人痛恨的丑恶现象，受害的家庭会很久很久地笼在阴影当中。遗憾的是，中国网格化监控体系可以挖出当局严禁的反动言论，但很少听到能够利用这套体系找到被拐卖的儿童和贩卖人口的犯罪分子。请问王先生，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利益纠葛？你看长平那篇文章讲得很清楚，这些警察不仅仅他不去办案，他还会去阻拦那些逃出来的人，就是那些妇女一看哦他逃跑，把他给抓起来送回去，其实当地警方干的事情。为什么？熟人社会啊，他是熟人社会啊，他不觉得这是很严重的犯罪，就是这样这就是中国人。你说那个时候我们说这个阿 Q， 鲁迅笔下的阿 Q 的中国人的形象是什么？叫麻木不仁，对吧？其实你看这件事情不是一样吗？麻木不仁，中国人现在还是这样，跟鲁迅笔下的阿 Q 没有区别啊。情况：我妈不相信中国安全，从幼儿园开始到现在初一送我侄女上学，也从来不让侄女单独坐电梯。情况：很多年前我做监狱警察的时候，监区关了不少贵州犯，有好几个都是拐卖人口罪，我亲自问过他们，有个犯人说他是给人介绍对象，介绍成功了以后收钱，再问他细节就不愿意说了。还有一个贵州玉屏县的犯人，他说他骗一个女孩子说带去找工作，结果把她卖到福建，那个女孩被人嫁走后，看他的眼神让他终身难忘。那我读过跟贩卖妇女的长篇报道，那每个字里面都有血泪所以你说中共在他的治下有这么严重的罪恶，他娘的他还好意思在那里吹牛逼，真的是所以我今天必须做这个题目，原因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说的。情况：中国每个城市都存在丐帮，丐帮帮主收买一些拐卖人口，将其自残，然后放在街上乞讨。帮主收钱，一旦情况有泄露，帮主会把乞丐杀害。我看过有关报道，令人非常痛心。观点：拐卖人口的受害者是人民，但是施害者也是人民自己。被拐卖的大部分人是女性、婴幼儿，正是那种愚昧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文化，这跟传统文化没有关系。这是什么？这就是泯灭人性啊！那这不要讲这个传统文化了，把人当物品买卖，就是没有人性啊，就是没有人性啊，泯灭人性的行为啊！
你想一想，你已经把人变成一个物品了啊。情况贩卖儿童采生折割者，按照民轻律规定，发现即凌迟处死，现在惩罚反而轻得多。对中共来说，中国的这些人口都是拿来干什么？都是政策工具，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啊。其实讲到底，中共的态度反映的是什么？反映了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人民的他们的痛苦啊，根本不在乎。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自己的亲人被人拐卖掉了更痛苦的事情吗？没有比这个更痛苦的事情。自己的家人被拐卖了，无论是孩子还是女人还是男人，还是大的孩子还是小的孩子，当你发现活生生的这个人被拐卖到世界上的另外一个地方去做一个根本他不应该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他面对这个悲惨的人生，谁都预计得到。你说这他的家人，无论是父亲还是丈夫，无论是其他的任何一个角色，那都是叫什么？那都叫天崩地裂啊！中共不在乎，讲到底是什么？就是不在乎。他有打拐办，他说连经费都没有，你说说看是什么鬼？他连经费都没有，他打拐办还自己去说什么公益，说明什么？中共根本不在乎人民，人民就是他的政策工具。情况坐标陕西汉中啊，这是习近平的老家啊。城固县，我堂弟就是我三叔买来的。另外，我一个老表，他的哥哥从1990年被拐卖到河南。2019年，通过央视等你来这个节目，通过登记信息，双方最后见面 ，DNA 比对后确认是亲生儿子。其实拐卖大省是哪里？拐卖大省就是陕西，就是习近平的老家啊。提问：每次听到中共在那里吹嘘这些令人发指的事情，还这么理所当然，最让人愤怒的是，中共也很清楚，你知道他在说谎。就像中共提出要尊重知识产权一样，我们对此能做些什么？揭露它，让全世界都知道，揭露它啊！所有的谎言最怕的是什么？真相。谎言最怕就是真相，所以我们不要喊口号，我们不要仅仅是批评，那不够，一定要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啊！真相比口号有力啊，而且真相会被传播。观点：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媒体照不到的角落，所以必须让受害者有办法主动接受媒体的关照，并去检视整个社会哪里出了问题。但中国做不到，中国政府只会压制媒体，他不压制媒体。中国政府所有的媒体都归他，他不压制媒体。现在中国已经没有自由的媒体，所有的媒体都在中国政府手里，他不压制媒体，听他的都是啊。情况：几年前我在北京顺义的朋友带着6岁的小男孩，身边还有他的阿姨，在购物商场就有人贩子当众抢人，2位女士拼了命把孩子拉回来。现在想起来心有余悸，实在太可怕。那这个多了去，那你看那个网上你搜一下抢孩子视频，你看去有多少？所以你说在中国拐卖人口不是个个案，不是一个小的范围的事情，是大范围存在。观点：中国自古至今，底层人民最惨的，不管是和平还是战争，完全就是权贵和当权者的工具。历史已经说明了一切。权贵和当权者都是工具，谁的工具？皇帝的工具。中国是一个帝国，帝制，上面只有一个人，其他的除了这一个以外，全部都是工具啊。观点：中国有很多问题，其实在文化层面上，必须建立起人和人平等之间的尊重、平等的文化，真正把人当人看，而不是当物品、牲口，才能解决拐卖、贩卖器官这种惨绝人寰的罪恶。我觉得不是，如果真正的重视的话，全部抓到，全部枪毙，你看他还敢不敢？他就是不抓呀！真要抓，怎么抓不完？
中共有那么多的权利，那么多的设备，他不抓，他抓谁？他抓律师，抓记者，抓作家，抓诗人，抓艺术家，抓所有跟他不一样的人，抓所有跟他有不同想法的人，全部都抓。就是你在网上说了一句话，他都会抓你。他什么都抓，只要他不高兴就不抓。但是他不抓什么？不抓人贩子。为什么？他不在乎。在他的优先事项当中，这件事情排得非常的后，他连经费都没有。你想想什么鬼？这是个非常恶心的政府啊！如果把老师说的拐卖人口跟“一带一路”联系起来，根本就是以国家之力从事可怕且超令人恶心的事情，非常正确。情况很多人骂维族小偷，其实不少维族小偷就是这种情况，基本上是被抓住、被失主打一顿，偷不到钱回去被人贩子打一顿。不少新疆、内蒙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存在汉族偷孩子的刻板印象，也经常拿这个吓唬小孩。观点：随着中国男女比例更加失调，很担心以后会出现更多拐卖人口的事件。中国有全世界最完善的监视系统，但是保证不了女人和孩子的尊严。What a shame！观点：拐卖妇女和儒家思想有很深的联系，就是那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非要去找个老婆生个孩子。提问：为什么对拐卖妇女儿童这件事情，人大不立严刑峻法处理，成本不高又拉拢民心的事情？另外，真心感谢王老师做这期节目。为什么？不在乎啊，他不在乎啊，他根本不在乎，不在乎这件事情。他立法还得执法。情况在微博搜了一下人口拐卖这几个关键词出来的帖子，就是我朝政策多么优秀，厉害了我的国。往下翻很长时间，一个实例没有。原来我的天朝的社会治安好，是王景一手创造的。情绪，我在听这个直播的时候，刚好一个亲戚在旁边，我说中国儿童拐卖很严重，他语气轻快地说，哪个国家都有啊。我顿时气愤，回过头一想，真为他感到悲哀。我不会说那句话，但是大家知道我说哪句话。中国人很多时候是什么？就是这种人，很多时候就是这件事情不落到他自己头上了，他就很轻松啊，觉得自己没关系，甚至还要抹一抹，还要抹一抹，抹光一点啊。观点：那个可怜的女士就是普通中国人的写照。在思想暴力和行为暴力的双重威胁下，屈服认命了。提问：请问王 Sir， 中国为什么对禁毒贩毒的行为下的手比较重？为什么毒品在中国事务中的排的位置比较靠前？毒品对社会的破坏力很大啊，毒品对社会的破坏力很大，所以而且毒品泛滥，它产生的会产生社会混乱，这是他不接受的。但是你想一下，这里丢了个孩子，他不会产生社会混乱，他不觉得这会对社会秩序产生问题，所以他就，而且毒品相当有钱，涉及毒品的事情都有大量的钱在里头，所以他们办案很积极啊。提问：每天收看王老师的节目，您分析的非常客观和精准，但目前发现，不管优势怎么导向美国，共产党总有办法迎刃而解。关键是共产党没有包袱，不用跟国民交代自己的作为，说他死撑也好，可他就是靠这个办法战胜国民党。共产党抓的最准的就是人性，从洗脑自己人到用贪婪牵制他国。对付这种不道德、不讲理的势力，美国是否真的有能力抗衡？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美国呢，我觉得美国现在从美国上上下下都开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中共这个政权非常的邪恶，它真的会威胁美国，这大家都有认识。然后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媒体开始报道的中国的内容越来越深了，挖得越深，越来越深了。
就是不跟原来一样，原来真的是浅尝辄止，讲一些皮毛而已。现在媒体开始越挖越深，开始讨论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治伦理啊，中共的这些运作的一些逻辑啊。所以你看媒体特别是像这些大的媒体，纽约时报啊，这几家大的报纸，他们现在报道中国新闻已经很准，很方向很清晰，很准。这是一个。另外一头是什么？另外一头是智库。那以前美国的智库非常搞笑，以前美国智库搞笑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们可以炫耀他知道某一个俚语，知道某一个术语，都可以拿来炫耀。你可见美国的智库对中国有多么不了解啊！所以这个，我经常拿美国的智库的报告拿来做这个反面教材，告诉我们记者说，这就是很烂的，对事情没有了解的报道看法。但是现在不同，现在他们开始真的沉下来做功课，所以现在你看，美国智库对中国的看法也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明确，而且越来越掌握方向，这很重要。智库很重要，智库的行为它会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政府是从智库拿政策、拿方向，所以这两头大家要知道，普通的老百姓对，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的民主国家，普通的老百姓对国政通常是没那么了解，他不需要了解，因为他不了解也没事。这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你不了解不行，一不了解命都没了。所以中国人讲的很，中国人很自豪说很聪明，很聪明是什么？很聪明是打聪明的啊，打出你美国你在美国某一个工人，他每天上班下班出去看球比赛，他完全可以不管政府的事情，他一样过得很好，这就是不同之处。所以美国这些他们是靠什么？这个国家靠谁来运作？其实一方面靠智库，一方面靠各个利益团体，那比如说华尔街啊，比如说还靠媒体，靠智库，各个这些精英阶层给政府提供建议，他们影响政府的政策，影响政府的政策，同时影响什么？美国的民意。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开始慢慢的去了解中国啊，包括你像伯明啊，当时川普时代的伯明啊，这个余茂春啊，他们都很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帮助美国人去了解中国，了解中共是个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开始了之后就不会停下来，所以我是觉得有没有能力抗衡？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快速学习的国家，只要他搞清楚了要干什么，他干起来就很厉害。美国的问题不是他能力问题，美国的问题是他经常找不到对手是在哪儿。你比如说像疫情搞来搞去，他不知道问题在哪儿。问题在哪儿？疫苗啊，打疫苗啊。所以你搞来搞去搞半天没搞定这件事情，你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用。所以其实你看一打疫苗，美国就一下跑到前面去。你看我现在收到的信息是通知说，现在如果你打了2针，1个星期之后你在这个户外不需要戴口罩，这就已经很厉害了，很厉害。所以美国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提问，请问王老师，美军发现定向射频能量攻击是不是使用无线电波来作为武器杀人？是不是跟中共的卫星脑控技术有关？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呢，美国驻华大使馆曾经有一批工作人员遇到就是头痛啊、掉头发啊各种问题，后来怀疑是这种定向射频能量攻击啊，包括中国。包括伊朗，我印象中伊朗也发生过啊，跟这个卫星脑控技术我不知道啊，这我只知道是这个啊。情况坐标新疆图木舒克市，现在不让维吾尔族人过肉孜节，把他们进行汉化。我家一个亲戚是监警，关押他们，让他们学习汉语。新疆已经管不下了，
在四川、甘肃建了很多劳改农场。是这样，新疆建不下，新疆多大建不下？观点：每次看到儿童妇女被拐卖的故事，我都想哭。这是多少原本幸福家庭的破碎，而那些被拐卖的人，他们本人又是生活在何等恐惧和痛苦之中。中共真的不把人当人，还唱赞歌的人，你们的人性在哪里？情绪。据不明显统计，有8万多越南妇女被拐到中国当老婆，有的现在当了婆婆。中国对这些成为越南媳妇的女人，到现在身份都不给一个。而那些所谓的狗屁国外专家，不会吹灰之力就拿到中国身份，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观点：王先生这期节目痛斥中国人口拐卖的丑恶现象及背后的成因，可以说是开中文自媒体之先河，为王先生大大的点赞，谢谢你的支持。我以后还会关注这些事情，虽然这不是我的领域啊，就是说我并不擅长，但是我实在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放过丑恶现象最重要的手段是什么？就是让它大白于天下。情绪，谢谢王老师。听了节目的网友们，请别忘了点赞，让更多的人看见。现在有了孩子，真的更看不得拐卖之类的新闻。其实我手上有很多拐卖孩子的关于拐卖孩子，那我讲不了，那不行。我现在这是我的极限了。情况：接触过体制内的文字工作者，那时要写文章说疫情控制得当，他提议说应该纪念死去的人，汲取教训再出发。结果开会时被骂不够正能量，他愤怒地说疫情是悲剧，不是喜剧，怎么都是死了人还贴红条。从此我知道中国文宣是怎么生成的，都是些垃圾文章，非常正确。提问：郑爽日薪208万，请问王老师，中国明星偷税漏税、阴阳合同行为，为什么每次要靠个人举报才会被发现？为什么相关部门一直纵容这种行为？没有严格整治这些明星吗？这些明星偷税漏税有政府，网民不必那么着急起哄架秧子。你想一下，税务局会放过他们吗？我不觉得会放过他们啊。那么如果放过他们，背后肯定是有交易的。我们网民也不必这么激动，没什么好激动的。为什么？你愿意郑爽多交一点税，让你心里平衡吗？我觉得郑爽不交税也挺好的，总比这钱给税务局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意见啊。中国网民愤怒成那个样子，我不大喜欢。老实讲，我真的不大喜欢。你是老百姓，他也是老百姓，他只是挣钱比你多而已，这就不高兴了啊。明谢 Alex 朱谢谢Table 谢谢 Linda 吴谢谢 David Lu 谢谢 JTL 谢谢，点赞啊朋友们。并第一次听王老师骂这么多，真是骂得太好的。我还会骂的啊，别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还是要用人本的心态、人本的这种思维去看待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还身边发生的身边的事情。冤有头债有主，要搞清楚对象，不要人民之间不要互咬啊，互咬干嘛？没意义啊！要知道冤有头债有主，那个头和主是谁啊？谢谢Elvin Call 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